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一甲子表。什么叫一甲子表？就是把天干地支组合成60甲子。你看，第一个是甲子年，我们用天干地支来记年、记月、记日、记时嘛。首先第一个是甲子，比如说今年是甲子年，明年是什么年？是乙丑年，然后后年是丙寅，再后年是丁卯。年是这样，月是这样，日是这样，时也是这样，都是按照这样子来排列。它是从右到左，从上到下，总共在这里是60个干支，就60对干支。我们老祖宗就用它来干嘛？记年、记月、记日、记时。从甲子开始到这个癸酉，最后到甲寅到癸亥。癸亥是第60年，这个是60年的第一年，也是60月的第一个月，年月日时都可以这么来记。这就是一甲子表。一甲子表上下共6行，大家看一甲子表是怎么组成的？上面这一行天干是不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？第二行也是，那总共有几组这个天干？6组天干都一样嘛，从上到下都一样，6组天干。有几组地支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没了，还有2个放到这里来了，那就是有6组天干5组地支，就是6组天干5组地支，就是10个嘛，一旬就是10个嘛。地支到这里没有了，就排到这里来了，然后这边是子丑寅卯到未，这个4个就排到后面来了。它是这么排的。一甲子表上下共6行，每行10列，表中共有60对干支，这个没问题吧？60对干支以右上角的甲子为头，然后是乙丑丙寅，再然后是甲戌乙亥，最后是甲寅乙卯，直到壬戌，直到癸亥，就是60个甲子就是这么来的。60对干支用来记年、记月、记日、记时。记是什么？记是记载的意思。用干支来记年、月、日、时的历法叫干支历。我们有干支历，还有什么历？农历，还有公历。我们现在用的是3个历法，这3个历法不一样哦。新历，西方的，孙中山先生说我们也跟西方一样嘛，就有了公历，所以说才有了公元前什么什么，很麻烦的。我们中国实际上有我们自己的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历法。现在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有这个提案，我是坚决拥护这个提案的。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黄帝历是怎么回事。我们老祖宗就是用60对干支来记年、记月、记日、记时。用干支来记年月日时的历法叫干支历。我们除了干支历之外，干支历是中国的阳历。因为这个干支历是什么？它是根据太阳和地球的相对运动做出来的这个干支历。还有一个农历，就是夏历。农历是什么？农历是根据地球和月亮的相对运动来排出来的，叫夏历。夏历啊，孔子不是说一句话吗？行夏之时，乘阴之物，服周之冕。孔子说，历法要用夏代的历法，因为夏代的历法是最适合农业。夏代的历法有什么特点？夏代的历法就是正月在几月？正月在寅月。正月啊，在寅月，就是春天的第一个月，它叫见正在寅。见正在寅，这是夏历。见正在寅就是把寅月当作正月，把寅月当作一年之始，就是见正在，这是夏历。然后到了殷商的时候，它是见正在丑。到了周王朝的时候是见正在子，到了秦朝的时候是见正在亥，它是一点点退下来的，就很不方便。就是秦始皇的时候，它是亥月，就是11月，它就是一年的头，是不是很不方便？11月，然后到了周朝，就是800年周朝，孔子那一会儿，把这个子月当做一年的开始。所以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司马迁提出来要恢复这个夏历，他就是根据孔子的叫太初历嘛。汉武帝太初年间，司马迁在太初年的时候提出来要恢复这个夏历，要把正月放在哪里？放在寅月。所以说从司马迁开始，从汉武帝开始，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这个夏历，所以夏历就是农历。夏历和干支历是不一样的，你不能说这个农历甲子年正月初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农历正月初2可以讲，甲子年是甲子年，农历是农历，两回事。
不能混为一谈。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到春节的时候，今天是农历癸丑年春节，这是很没文化的一种表现。他把干支历跟这个农历完全混为一谈了，这两者完全不能混为一谈。就是干支历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立春那天啊，前不久才立春，立春那天是下午4点多，是吧？立春的时候，那个时刻，那个分秒，那个时刻，干支历就来了。立春就是寅月的开始，立春这个节气就是寅月的开始。但是正月初一还早了，正月初一还有1个礼拜，就是干支历跟农历有一个几天、7、8天的这种差别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是中国的阳历，用干支历来记年月日时呈现出来的就是八字。比如说，这个是年月日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八字，大家都清楚自己的八字吗？都知道自己的八字吗？好好查一查自己的八字。这个是年，这个叫年柱。为什么叫四柱八字呢？四柱是柱子的柱，四柱八字就是这是一个柱，这是一个柱，这叫月柱，这叫年柱，这叫日柱，这叫时柱。那么时柱的天干就是你的命啊，我是什么命啊？时柱的天干，我是辛，我就是金命。属辛的人，这个日柱天干为辛的人，他就很爱漂亮，他长得也比较漂亮，也长得很秀气。为什么？辛是什么？辛是心经，心经是什么经啊？心经就是金串金，就是金戒指啊、金首饰啊，是不是这些东西都很漂亮，而且很珍贵？所以说，大家还得懂一点八字命理。八字命理我们现在不讲啊。戊戌年之后是何年？知道戊戌年之后是何年？在一甲子表里面，旬戊戌，其左侧为乙亥。你看，戊戌年在哪里？戊戌年是不是在这里？今年是戊戌年，明年呢？是不是己亥年？去年呢？是丁酉年。同样的道理，今天是戊戌日，明天是什么日？乙亥日。昨天呢是丁酉日，如此排列。这个时辰也是这样。现在是戊戌时，下一个时刻就是什么？就是己亥时，就是年月日时都是这么排的。用干支纪年60年一个轮回，明白吧？为一甲子，60年叫一甲子。所以说60岁的人叫做什么？花甲之年。因甲子是60对干支的起头。为什么叫一甲子啊？不叫一乙亥啊？因为甲子是头嘛，甲子是头，就用甲子来代表60对干支。因甲子是60对干支的起头，是以用它来代表60对干支。同样用干支纪月60月一个轮回，用干支纪日60日一个轮回，干支纪时是60时一个轮回，都是以60为一轮回。一甲子表最右列，看看一甲子表在这个地方，它有几个甲呀？有甲子，有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寅，是吧？队长一样的，每一旬带着几个人？带着9个人，就是他这一旬，这叫一旬。这个叫甲子旬，这个叫甲戌旬，这个叫甲申旬，一旬都是10个，就是这个甲子这个队长带着10个人，甲戌这个队长也是带着10个人，连他自己在内是10个人。女同志怀孕叫身怀什么？身怀6甲。为什么叫身怀6甲？是不是这个6甲？这6甲，身怀6甲，6甲就这6个甲。生孩子啊，生在带甲子的那个年、那个月、那个日都比较好。这个命局里面有甲子是最好的，大家都喜欢自己怀孕的时候生出一个成功的宝宝吧，所以叫身怀6甲。6甲就是这个6甲，从上到下为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寅，为6甲。6甲皆统领一旬，每一甲都统领一旬，为甲子旬、甲戌旬、甲申旬，每旬有10对干支。一甲子表上下天干皆同，而地支不同，天干都一样，地支不一样。甲子旬中无戌亥，甲子旬中是不是无戌亥？甲戌旬中无申酉，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。这个今后在我们的断卦学纳甲的这个断卦当中，这个概念异乎寻常的重要。在这个甲子旬当中就没有戌亥，在甲戌旬中没有什么？是不是没有申酉？那么呢，在甲午旬中没有什么？没有辰巳，就是每一旬当中都有2个地支轮空了，到下一旬去了，这就叫旬空。旬空在我们纳甲里面是第一重要的概念，
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一个爻空了，比如说你测风水，如果父母爻旬空，你就可以判断，哎呀，这个家里面没人，房子空荡荡的。就是旬空，它有很多很多的表示。你家房子很大，但是很空，很空旷，或者说断一个人的仕途，官鬼旬空了，你这段时间就没事干啊，这段时间靠边站啊，没有权利，也没有实际的工作啊，你就整天就在那边晃荡啊，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，非常准。旬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旬空怎么判断呢？看在哪一个旬，甲子旬就是戌亥旬空了，甲戌旬申酉就是旬空。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细谈，就是每一旬中皆有两个地支轮空，天干有阴阳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，这个排在1、3、5、7、9的就是阳天干，排在20、6、8、10的就是什么阴天干，就是奇数的，它序号是奇数的就是阳天干，序号是偶数的它就是阴天干。地支同样的道理，序号是奇数的它就是阳地支，序号是偶数的它就是阴地支。你看甲丙这个戊庚是阳，乙丁己辛为阴，地支也一样。一甲子表上有30对阳干与阳支，30对阴干与阴支，这个概念很重要。我们有60对干支，一定是阳干跟阳支配，阴干跟阴支配，不能够阳干跟阴支配，也不能够阴干跟阳支配。如果都可以配，那就不止60对了。如果都可以配，阴阳都可以配，所以说一定是阳干阳支，阳干跟阳支配，阴干跟阴支配，所以说才有60对。